女人洗完澡掀开浴帘。男子并未对她做出任何举动，只是转身走向镜子前，写下逃走2个字，随后便化作青烟消失无踪。珍妮虽说受了点惊吓，但对男子的消散却并不意外，毕竟这类情形她早就习以为常。10年前的某个早晨，一家研究所里的粒子对撞机突然发生了爆炸，这场灾难导致周围几十公里内的居民无一幸免。更神奇的是，自此以后出现了超自然现象。大家惊恐地发现，那些遇难者的魂魄居然重现人间。但惊恐过后，人们发现这些亡魂就像循环播放的影像，每天同一时间、同一位置重复相同的动作，只会停留片刻便就再度消失，而且完全不影响正常人们的生活。所以严格来说，这些更像是死者留下的残影。就这样，10年过后，大家渐渐适应了残影的存在，甚至发展出一门专门研究残影的学科。女主珍妮的父亲就在那次爆炸中丧生，因此长大后的她选择了这门学科。这门学科有个核心理论，那就是残影只会减少，不会新增。人类能看见残影，而残影看不见人类，因此人类和残影是无法交流的。可自从浴室出现那个男残以后，珍妮隐约感觉残影数量在增加，甚至能看见人类，还可以与之互动。尤其是镜子上的快逃2个字，让她不得不怀疑这个残影是专程来找她的。课后她找到教授谈了此事，但教授表示这违背了学科的基本理论，不要过度的猜疑。但教授的劝阻反而更坚定了他追查真相的决心，尤其是浴室里那个诡异的场景在他脑中挥之不去。直到第2天，父亲的残影再次出现，他明显察觉到这次与平时不一样，父亲的目光中似乎多了一份灵动的神采。这个发现让珍妮越发确信自己的猜测，她联系了同样沉迷研究残影的尼克。尼克听完他的讲述后沉默不语，并带他来到了一个漆黑的隧道。Okay, go, count them, count these. 尼克告诉他，上周这里有16条鱼，而现在明显多了好几倍。这证明了珍妮的猜测并没有错，残影确实在不断增加。为确认残影能够与人交流，他们计划拍摄浴室里的那个残影，并去调查他生前的资料。为此，他们专门弄来一台能捕捉残影的特殊设备，赶在6点33分前架好设备，等待残影的出现。但出乎意料的是，那个残影好像察觉到在拍自己，用余光看了他们一眼，随后突然暴怒地扑向珍妮。好在残影无法造成实质伤害，但他们成功拍下了他的影像。借助照片，尼克查明了这个男人的身份，可调查结果令他们毛骨悚然。这个叫艾伦的男人竟然是个杀人凶手。记录显示，4年前一位牧师的女儿失踪1周后，尸体在湖中被找到，而他失踪前见过的最后一人就是艾伦。为查明真相，他们立即拜访了受害者的母亲。那位母亲透露，女儿原本并不认识艾伦，失踪前1周，艾伦开始尾随她，后来更是纠缠不休。他们似乎发生过激烈争吵，但最终女儿还是被他哄骗着离开。女儿尸体被发现的第2天，警方就在汽车旅馆找到了她，但她却莫名其妙地自尽了。听完这些，两人更加困惑不解。这样看来，艾伦可能并不是真凶。但很快，珍妮就注意到一个更可怕的细节：被害女孩竟然和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都是4年才有一次的2月29日。她立刻明白，这可能就是自己被盯上的原因。为保护珍妮的安全，尼克索性搬过来和她居住。珍妮这才知道尼克研究残影的缘由。原来他父亲同样死于那场爆炸，可他父亲的残影始终没有找到。他想查明其中原因，更渴望能再见父亲一面。第2天，珍妮父亲的残影像往常一样出现。细心的尼克马上察觉到了异常，珍妮父亲拿着的竟是8年前的报纸，但他10年前就已经去世。更诡异的是，报纸还刊登了另外2起少女遇害案。尼克立即记下了相关线索，2名女孩都在生日前1天离奇失踪。虽然真凶仍未落网，但警方当时也将艾伦列为了嫌疑人。Done. Okay, maybe the image changed. Right, or maybe it was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 you didn't know. But either way, Ronnie, I'm pretty sure he's trying to warn you. 根据调查线索，他们找到了其中一位受害者伊娃的姐姐，从她那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艾伦竟然曾是伊娃的男朋友，而且伊娃的残影也出现了。他不断重复着遇害前的场景，但姐姐警告他们过去查看一定要小心，那里正是当年爆炸的中心区域。但珍妮和尼克没想太多，当晚就动身前往那片废墟。可能因为接近爆炸中心，这里的残影覆盖了整个城区，不仅有当年的遇难者，还包含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他们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街道，整座城市宛如地狱鬼城。两人战战兢兢地穿过残影人群，终于找到了实验室原址。发现废墟里不只有残影，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专程来围观伊娃死亡场景的游客。时间一到，伊娃的残影如幽灵般出现。
珍妮立即注意到，他显然认识凶手，但很快眼中的欣喜就变成了惊恐，开始拼命的挣扎，终究是敌不过对方，被逼退到梯子边。紧接着，随着残影消失，围观的人群也陆续离开。尼克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居然是当年负责对撞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发现被认出后，博士惊慌失措地转身就跑，察觉异常的两人立即追赶，最终在一处死胡同截住了他。在珍妮含泪恳求下，博士终于卸下了防备，随后带领两人前往他的藏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这一切要追溯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核爆中心的人会在强辐射下瞬间气化，但他们的影像却能永久地烙印在建筑物上。通过研究这些核爆阴影，他们意外检测到微弱的声波信号，这些声波不仅能形成残影，更能开启连接阴阳两界的通道。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打开这个通道。他们曾成功复活濒临死亡的病人，但在尝试用活人作为媒介复活死者时，实验室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 Instead of building the doorway, we tore a massive hole. 正是这样，才让无数逝者的残影重现人间。而珍妮追查的艾伦其实是博士的得力助手，但爆炸发生后，博士注意到艾伦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变化，最终酿成他杀害女友伊娃的悲剧。当得知伊娃之后还有其他受害者时，博士立即明白这是在进行灵魂转移。原来艾伦杀害女友是为了复活她，需要找到同生辰的人作为容器，在生日这天完成灵魂转移仪式。但蹊跷的是，艾伦已经死亡，残影又如何完成后续的行凶呢？而接下来博士的话却令他震惊，所谓残影三大铁律，不过是当局安抚民心的谎言。What you must remember, in a world where the dead walk among the living, nothing is as it seems. 说完这些秘密后，博士释然地掏出了手枪。这个残酷的真相压在他心头太久了，如今终于说了出来，他也算是赎罪了。珍妮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博士就果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本打算等珍妮生日过后，也就是躲过艾伦的追杀之后，再公开这个惊人真相。谁知刚返回校园，意外就突然降临。两名警察直接找上尼克，还在他储物柜搜出一把手枪。虽然尼克坚称枪不是他的，最终还是被警方带走调查。这变故让珍妮顿时陷入了困境，只能再次向教授求助。没想到这次教授相信了他的话，原来他也在调查这个案子，他同样在怀疑艾伦。得知珍妮在禁区的遭遇，他知道真相后，教授想出一个对策，他把珍妮家的安全屋改造成残影无法进入的庇护所，只要珍妮在里面度过24小时，平安过完生日，就能化解危机。唯一的问题是安全屋里没有任何信号。教授在帮珍妮准备物资时，尼克也从警局出来了，但此刻他找不到珍妮，于是只好继续翻看实验室里档案，竟发现了惊人的真相：教授居然曾是博士团队中的成员。联想到莫名出现的手枪，尼克顿时感到不妙，便立即赶往教授家，恰好看到教授女儿的残影出现，教授也正好回来，他只好暗中观察。但诡异的是，刚才还神色自若的教授女儿上楼后突然惊慌失措，最后在教授悲伤的目光中烟消云散。目睹这一切后，尼克恍然大悟，教授确实是实验室的核心成员。爆炸发生时，他女儿恰好在现场。教授和博士艾伦三人及时躲进了安全屋，但他女儿没能逃过，便化成了灰烬。这才是连环凶杀案的真正动机。知道真相的尼克正要行动，却被偷偷来到背后的教授袭击，一记重击将他打晕。醒来时，惊恐地发现教授正在活埋他。随后教授便若无其事地带着补给返回安全屋。时间1分1秒过去，当时钟指向6点半，离艾伦现身只剩下3分钟了。这时窗边的隔离材料突然脱落，珍妮赶紧去固定，却不小心割破了手指。她问教授这是什么材料，听到铝合金时，珍妮顿时警觉，想起当初尸检报告显示伊娃颈部残留铝合金的痕迹，又看了看教授额头上的伤疤，她立刻明白了真相，教授才是真正的连环杀手。她猛地撞开教授，夺门而逃，刚跑到楼上就被教授制服。教授终于撕下伪装，这一切都是为了复活女儿，这次没人能阻止他了。 Each day, I watch her vanish. That's the real thing, Juke. You know this, right? Not that we lose the people we love. That we keep losing over and over, 1,000 times over.
话音未落，教授就死死掐住珍妮的脖子。危急关头，珍妮摸到床下父亲留下的冰刀，镜中突然浮现父亲的残影，这意外让教授一时恍惚。珍妮趁机用冰刀划伤教授，挣脱束缚的他，在父亲欣慰的注视下夺门而逃。但教授仍不死心，被逼到结冰湖面的珍妮再次被教授死死勒住了脖子。为求自保，珍妮只能奋力砸碎冰面，拖着教授坠入冰湖。绝望的是，教授仍死死掐住他。濒死之际，他看见艾伦的残影从湖底浮现，推开教授并将他拖向水面。不止艾伦，其他遇害女孩的残影也来相助。在众人帮助下，珍妮终于浮出水面。最终，教授带着不甘沉入了湖底。完成夙愿后，艾伦也终于可以放心的离开了。但耗尽体力的珍妮已经无力游回岸边。绝望之际，被活埋的尼克竟奇迹般的出现，及时的将他救了上来。原来尼克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一个残影突然出现，将他救出。这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父亲，那个他思念了整整10年的父亲，也是尼克每天上学路上看见的那个10年如一日挖着土的残影。看到这里，我才终于明白，这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科幻片，更是一曲父爱的挽歌。当女儿逝去，却还要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又消散，这将是怎样的崩溃和绝望？逝去的亲人虽成残影，却以另一种方式陪伴。残影是时间的印记，是爱的不朽，是那穿越生死的守护之光。在光影交错的世界里，每一个残影都是一首诗，一段故事，一份未完成的守候。它教会我们珍惜眼前，感悟生命的脆弱与坚韧，让我们更懂得了什么是爱，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